中国股市涨到3800，创下10年最高点。可笑的是，这次的牛市居然成了官方一个人的狂欢。韭菜们没有冲进来，官方自己嗨到飞起，最后发现原来操盘的不是股市，而是自己的脸面。你能想象吗？上证指数在8月22日收盘时站上3825.76点，深证成指涨到12166点，创业板也涨了 3.36%， 一片繁荣的样子。表面看，这是10年未见的盛景，但实情却是散户根本没进场。根据交易所数据，目前散户只占总量的 20%， 远远低于2015年股灾前的 60%， 甚至个人开户数还比去年10月还要少。换句话说，这场牛市完全是官方自己在里面拉拉扯扯，自己唱戏，自己鼓掌，自己骗自己。韭菜们不跟了，官方傻眼了。为什么韭菜不进场了？答案很残酷，因为上一轮血至今还没擦干。2015年的股灾，多少家庭破碎，多少人倾家荡产。那一年的口号是全民炒股，国家队护盘，结果呢？一天蒸发几万亿，多少人血本无归。根据中国证券报当年的统计，光是股灾期间，A 股市值就蒸发了超过20万亿元。有网友自嘲，中国股民的眼泪可以汇成东海。如今存量股民还没有解套，新韭菜根本没勇气冲进来。社交平台上一片越涨越慌的声音，有人刚好解套就果断清仓，说回本就跑。有人还在等，等到现在宁愿踏空也不愿接盘。有人干脆不碰股票了，选择把钱放在余额宝，利息再低也比赔光好。这就是现实，官方拼命摇旗呐喊，但韭菜心里明白，进去就是找死。官方为什么非要拉股市？因为这是最后的门面工程。房地产完了，3、4线城市的房价一年跌掉 30%， 1线城市豪宅没人接盘。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6.5%。 人们不买房，开发商暴雷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崩塌，怎么办？北京方面需要一个故事，需要一个能证明经济还在增长的假象。于是股市被推上了舞台。这次股市的上涨根本不是市场的选择，而是政策的强推。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多次降准、降息，向市场投放了数万亿流动性。银行利率被压到 2% 以下，存款人几乎无利可图，被迫搬家。甚至有地方政府直接组织干部开股市动员会，要求带头开户、带头炒股。这不是牛市，这是政治工程，是 GDP 表演秀的金融翻版。别忘了，散户才是这个市场真正的灵魂。根据中登公司的数据，中国股市有 2.2 亿自然人投资者，其中 80% 都是散户，他们才是 A 股每天交易的主体。但这群人现在在干嘛？在静静看戏。他们在等北京方面出丑。因为大家心里清楚，这样的上涨没有任何基本面支撑。中国经济正在衰退，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.1%， 比疫情期间还惨。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接近 30%， 有整整 1.2 亿灵活就业人口，其中大部分靠外卖、网约车糊口。消费已经塌方，哪里来的企业利润支撑股市？更讽刺的是 ，A 股上市公司中超过1/3的企业净利润在下滑，还有大批企业靠政府补贴才能撑住。比如中国中车，市值上万亿，但去年净利润不到30亿。你能指望这样的公司支撑牛市？所以散户心里明白，这轮上涨迟早崩。中国股市的悲剧从来不是散户的贪婪，而是缺少真正有穿越周期能力的企业。美国股市为什么能牛市10年？因为有苹果、微软、
英伟达这样的超级企业。截至2025年8月，全球市值前100强里，美国企业占了40家，而中国只有不到10家，且大部分依赖政策红利，比如中石油、中石化、工商银行。这些企业表面庞大，实则增长乏力。国有银行靠加息剥削老百姓赚钱，石油巨头靠垄断资源活着，他们根本没有创新能力，也没有长期增长潜力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英伟达单一家公司的市值就接近中国整个创业板。你说这样的股市能长牛吗？根据彭博社最新报道，中国7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第4个月低于荣枯线，经济活动全面放缓。与此同时，股市却在狂飙，这是北京方面操纵下的虚假繁荣。在经济通缩的背景下硬拉股市，风险就是随时可能崩盘。在中国，除非你有内幕消息，否则根本没必要进股市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北京方面下一步是拉盘还是直接砸盘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守保本，别被收割。到这里，问题就变得尖锐了。房市塌了，老百姓不买房；股市涨了，韭菜不敢跟；存款减少，消费萎缩；企业没利润，经济再衰退。官方拼命维持的虚假繁荣已经摇摇欲坠。更悲惨的是，这种无人陪伴的牛市，注定比任何一次都更危险，因为它没有群众基础，一旦崩溃，将直接砸到北京方面自己。这就是今天中国股市最荒诞、最悲凉的现实。官方在山顶站岗，骑虎难下，眼睁睁看着自己造的牛市假象一步步走向悬崖。韭菜不进场，官方能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绑架。8月以来，官方媒体几乎每天都在给股市洗白。人民日报高调发文称，中国股市迎来历史性机遇。新华社更是直接喊话股市要成为居民财富的重要蓄水池。但问题是，老百姓没钱，没信心。于是政策镰刀开始挥舞：一、降低存款利率，国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 0.2%， 定期存款利率已压到 2% 以下，老百姓存在银行几乎等于白送。二、理财产品缩水。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仅 1.8%， 是近10年来最低。三、房地产出清，买房不赚钱，租金回报率不足 2%， 很多人干脆把资金撤出来。四、养老金，社保入市，官方不断扩大养老金投资股市的比例。2025年预计超过3万亿养老金将被直接砸进 A 股。换句话说，官方正在用制度性安排，把老百姓的钱一步步推向股市。不是你主动选择，而是被迫被理财、被投资。这是政策镰刀最可怕的地方。你以为自己还能选择避险，其实退无可退。股市崩盘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。回顾历史，中国股市每一次的牛市几乎都以惨烈的崩盘收场。2007年，上证指数冲到6124点，媒体叫嚣中国经济奇迹，结果1年后跌到1664点，蒸发30万亿市值。2015年，沪指短短半年暴涨 150%， 全民开户，但3个月后暴跌 40%， 数千万股民爆仓，央妈就是也就不回来。2020年，疫情期间号称牛市来了，结果2年后横盘下跌，散户彻底寒心。规律很清楚，政策牛市，泡沫膨胀，散户接盘，突然崩盘。如今3800点的10年高点，就是又一次熟悉的陷阱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散户根本没跟上，连接盘侠都不愿意演。于是官方成了孤家寡人，自己拉到山顶，却没有下来的路。有人说，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，
但在中国，它是北京方面维持幻象的化妆品。真实的数据早已揭穿了幻象。工业利润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4%，已经连续4个季度下滑。出口，7月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8.7%，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降幅。消费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疲软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不到3%，甚至跑不过通胀。债务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40万亿，财政部承认已有超过一半省份偿债压力巨大。这样的经济现实根本撑不起牛市。股市涨得越高，和基本面的背离就越严重，未来崩盘的威力就越可怕。更讽刺的是，散户虽然没冲进股市，但他们的钱却已经被绑架进来了。养老金、社保资金、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全部在被动买入。这意味着，即使你本人没买股票，你的养老钱、你的医保钱也可能已经在股市里站岗。一旦崩盘，受伤的不是机构，不是权贵，而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这就是官方操盘的残酷逻辑，把百姓当韭菜，即便不自愿，也要硬割。专家普遍认为，中国股市未来可能出现3种路径：一、短期暴涨后暴跌，重演2015年模式，指数冲上4000点甚至4500点，但随即暴跌40%，血流成河；二、高位横盘，北京方面不允许暴跌，就强行维稳，股市长期横盘，资金被困，股民熬成僵尸；三、制度性崩塌，一旦外部金融冲击，比如美联储突然加息，人民币贬值失控，可能触发全面系统性危机，股市直接腰斩。无论哪一种，韭菜都是输家，唯一的赢家是那些有特权、能提前逃跑的利益集团。真正可怕的不是股市涨跌，而是老百姓已经不信了。房地产失去了信任，股市失去了信任，甚至连银行存款都因为利率下调、风险高企，逐渐失去了信任。当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彻底失去民心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定会走向崩塌。美国的牛市靠的是信任，投资者相信苹果、微软会创造未来。中国的股市靠的是恐惧，老百姓怕被镰刀割，只能躲。区别在这里，命运也在这里。现在的中国股市就像一个荒诞的舞台剧，官方拼命拉盘、吹喇叭、敲锣鼓，把指数推上3800点的辉煌顶点，散户却冷眼旁观，甚至在旁边冷笑：“你自己玩吧，我不陪你了。”这就是今天最真实的金融荒诞剧。股市越高，官方越危险；韭菜越冷漠，官方越绝望。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一个官方在山顶站岗，下不来了，骑虎难下。而在山下，老百姓用冷漠和沉默见证着这场虚假繁荣一步步崩裂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，一个充满虚假繁荣的舞台。房地产泡沫破了，股市泡沫吹起，老百姓早已不信，北京方面却还在演戏。但戏总有落幕的时候。当3800点成为北京方面的最高光时刻，也许就是它最狼狈跌落的前夜。